经房是东郡顿丘人，大概在今天河南濮阳市清丰县一带。经房出身于富裕家庭，有多富裕呢？根据东汉王弗在《潜夫论》里的描述，是经年不出户庭，得瑞经奇学。显然，哪怕是在我国已进入小康社会之后，在广大农村地区，想要能够支撑自己的孩子能经年不出户庭的读书，也是比较难的。更不要说在2000年之前的封建社会了，普通人家恐怕连让孩子读书识字的能力都没有。而经房的家庭不但可以给他提供读书学习的机会，而且富裕到可以让他经年不出户庭的地步，不用下地劳作，更不用为5斗米折腰。而且普通富裕的家庭，要说你家里有几本书并不稀奇，但是要书多到可供经年阅读的丰富程度，恐怕也是需要点实力的。但是经房家庭的富裕又不像那些达官显贵一样可以在当地成为名门望族，可能还不是多么显赫。所以综合来看，经房家庭的情况，我感觉和当下社会上的中产家庭很像。经房的中产家庭这面2000年前的镜子，可能意外地照见了今天无数中产家庭的缩影。他们将孩子送入精心打造的教育温室，期待培养出下一个像经房一样的英才，却可能在不经意间重蹈其覆辙。因为在围城之内是对理想主义的精心栽培。经房的书房和今天的私立校园有没有异曲同工之处呢？经房的富裕家庭能让他免于生计劳作，专心学问，其家庭绝非普通人家。这种培养方式旨在塑造纯粹的学术精神和理想主义人格。对比当今中产家庭对私立学校、国际学校的追捧，这些机构如同现代版的不出户庭，他们提供优美的校园环境、先进的理念、人文素养课程，旨在培养孩子的贵族气质和浪漫情怀。这正是当代社会对经房式书斋理想的现代化实践。无论是古代的书斋，还是现代的私立学校，都是家庭资源为孩子搭建的理想主义温室，初衷可能是为了隔绝世俗纷扰，培养纯粹的精神人格。我认为这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美好梦想，它能实现吗？显然是不能的，因为围城之缺照见的是教育中的暗影知识的集体失语。作为家长，我们要能够看到那被刻意回避的另一半教育。无论是经房经年不出户庭，只读圣贤书，或者是今天贵族式私立校园的精英教育，这两种教育模式共同的盲点是，他们可能教会了孩子应对知识、应对君子，却从未教会他们如何应对复杂的，尤其是充满小人的现实世界。经房的悲剧在于，他最终因卷入政治斗争，被宦官石显诬告陷害而死。他的艺术能推演天象，却未能测算人心险恶。他看得见王朝宏大的叙事篇章，却算不出这其中人心的幽暗细节。他的学问是完整的，但他的世故教育是缺失的。这种困境在现代也仍然存在。今天从温室里走出来的孩子，可能精通莎士比亚，却看不懂办公室政治，应付不了背后捅刀子的同事，能够解微分方程，却无法在图书馆里应对学姐的刁难。他们带着满腹经纶和一颗理想主义的心闯入社会，
却在第一次遭遇现实的小人时手足无措，信念崩塌。这可能就是当代社会所谓的985废物，或者是小镇做题家的反应吧。我想这背后是一种深层的教育悖论。中产家庭一如古代的士大夫家庭，总希望将孩子与社会的暗面隔离，只传授阳春白雪的显性知识，而对于如何识别小人并与之周旋甚至斗争的暗影知识，则被视为一种玷污或者是庸俗，被系统地排除在课程之外。那么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我们今天再反思经房的死局，仅从教育这个角度看，该如何破壁，如何突围呢？我认为应该从心理上接受一种完整但不必完美的教育。一是反思保护的本质，过度的保护不是爱，而是剥夺了孩子免疫系统的建立。教育的核心之一是授予孩子辨识环境、与人相处的综合能力，这其中就包括和不同品格的人，比如小人打交道的能力。二是引入坚韧教育，真正的教育不应该只是垒起围墙，更应该教会孩子如何在象牙塔内外自如行走。它既要涵养不出户庭的专注和深度，也要培养走出户庭的智慧和坚韧。这不仅是技能的培养，更是心性的磨砺。三是记住历史的回响，担起当下的责任。经房的个人悲剧是一个古老的文化隐喻，当代中产家庭不应该只看到其经年不出户庭的全心全意，更应该看到其出户庭之后的无能为力。我们的责任是打破这面知识的围城，让孩子成为一个既怀揣理想又能脚踏实地地行走于大地的完整的人。经房的书房和今天精英式的私立校园都是人类对纯净知识世界向往的产物，然而一切乌托邦的危险都在于他忘记了门外的世界。真正的教养或许开始于不出户庭的沉淀和积蓄，但必须成就于走出户庭后的洞明和练达。让我们在为孩子建造书房的同时，也别忘了为他们绘制一幅真实社会的地图。这个地图上不仅仅标有通往崇高的路径，也应该同时清晰地标记着那些需要小心绕行或者是勇敢穿越的沟壑。经房的中产家庭身份在教育经房方面还有另外一个失败的方面，那就是经房的沟通交流问题，也就是说人话的能力。我们在下个视频里讲。